主人欲望最易燃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漩涡中现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拥着们集结。烈火烫烧不尽谎言难救，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看见世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将义的烈好男儿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寻线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从被审问时的微表情和微动作来看，前3个人呢确实心虚了，但是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。至于这个高尔瑞，我不得不说，他说的的确是最真的。是啊，知道有人要杀自己，肯定得自保。现在有2种可能性：第一，是这3个人里面有1个人想杀死高亚瑞，他替换了全部道具，却阴差阳错地杀死了于凡；第二，是这3个人想合谋杀死高亚瑞，他们一起换了道具，却杀了于凡。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，暴露的风险太高了。其他2个不知情的，等等，我们为什么直接排除于凡了？因为于凡死了呀。好，难道你觉得他知道这个计划还往里跳啊？这个情况确实不大可能，但我记得案发当时的情况非常的诡异。案发监控你有吗？有，我调出来给你看看。好。往回倒一下。他踩的是那个唐平。唐平，角色和道具呢？谁分发的？雅瑞啊，你滚！你拿着陈腐，跟个木头似的。于凡是知情的，他有杀人动机，也有调换作案工具的机会。他想用那个装置杀死高艾瑞，却意外走错了房间，发现吹不灭的蜡烛，只能用脚踩灭那个引火装置，所以他的计划失败了。可是火又是怎么烧起来的呢？而且在第4轮的时候，中厅有一次停电，还记得吗？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当时好像是突然停电了，那个灯一亮一灭的，当时跳出来一个白衣 NPC， 还挺吓人的。摸着那个房间就进去了，可能是那个时候走错了吧。我总觉得他们走错房间，不是一个意外。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的话，也许除了于凡之外，还有其他人想在这次剧本杀的活动中杀人。所以这才是凶手的计划。他想故意制造混乱，然后让所有人往前多走一个房间。他为什么要让于凡走进那个房间呢？如果凶手从一开始目标就是于凡，有这个可能性，但为什么是那个房间？于凡将陷阱设在那个房间，恰巧凶手也将陷阱设在那个房间。
这太巧合了。哎，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高雅瑞也知道这个计划，在那个房间里面反杀了于凡啊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熟悉的不排除啊，现在连高雅瑞都不排除了。总而言之啊，是有人想杀死于凡，但手法绝对不是那个严氏装置。老许，看来起火原因得重新查了。算不上重新查，具体的起火原因我也没查到，还有一些想法，我已经让毛毛去做检验了。成，你这行动力可以啊！有什么结果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还等什么等啊？一起去吧，走。在碑室里，岩石起火装置被死者踩坏了，所以排除这个是起火点。而且从监控来看，死者踩灭蜡烛之后，走到这儿被烧死了。那问题出在哪儿啊？我已经让毛毛专门对这小片监控盲区里收集的物证进行了分析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在现场收集的物证里面，我们发现了相当一部分纯度很高的氢氧化钙。氢氧化钙呢，就是生活中我们所说的熟石灰。生石灰遇水之后生成熟石灰，在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热，如果有充足的可燃物，就会迅速燃烧起来。毛毛，试验一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生石灰遇水产生热，才是真正的杀人手法？准确的说，是生石灰混合物。经过我们的实验推断，掺了镁粉的生石灰才是真正的起火点。我得回趟队里。我和你一起吧。走。沈叔，来，小李，来看沈队，啊，给他做饭了。顺路给送过来。进去啊？哎，不进去了，就在这儿等着。进去影响你们工作。这有啥？我带你进去。啊，不用。这么着，那个你帮着烧进去就行。这像什么？您都到这儿了，我就带你进去，没事儿。不合适吧？有啥不合适的？没事儿，走。合适啊！别客气啊！哎呦，都这么熟了，别打扰你们工作。这没有，沈队肯定都想你呢。哎，走吧，沈叔。沈队这会儿估计也蛮饿了。小李啊，我还是在这儿等吧。也行，那我叫他去啊。麻烦您坐会儿，哎，没事。从剧本杀的剧本来看，生石灰并不是里面所提到的道具，店老板也没有往房间里面放过生石灰，所以多半是凶手带进去的。从作案手法上来看，完全可以排除高雅瑞的嫌疑，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他没有进入过碑室。
陈队，沈叔来了。我爸来了，啊，门口等你呢。你等我一下啊。爸，哎，你怎么这点来了？这个下午啊，临时加了个封闭讲座，我就提前把饭给你送过来。哎呦，你看您还给我特意送一趟，受累了。说什么呢？这爸给儿子做饭呢，有什么累不累的？这得说呢。沈叔来了。哟，小许在啊。哎，你不消防的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最近这不联合办案吗？啊，哎呦，辛苦了。哎，小许，你是本地人啊？是啊，从小在这儿上学。对呀。你小学？哎，爸，又跟调查户口似的。哎，瞧我这当老师当习惯了，这老爱刨根问底了。人家早就毕业了。是。那什么，你下午不是还有讲座吗？你快回去休息吧。行，我送上我爸啊。走了，小许。慢走，沈叔。哎，你去几天啊？就去3天，但得住的酒店，出不来。你放心，这几天饭我都给你做好了啊，放冰箱里的，你就按那盒吃就行。行，按时吃。哎，你多带点衣服啊。哎，我带了。你每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。哎，就按时打啊。哎，走了，小许。哎，拜拜吧，拜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吃饭。今天你可算是有口福了啊！不是谁都能吃到我爸的手艺的。来，快尝尝。愣着干嘛呀？等着我喂你呢。刚才说哪儿啊？说到高亚瑞排除嫌疑之后，咱们得再查查监控，看看谁还有机会放置盛世辉。陈宁，哎，你把那个剧本杀的监控拿过来。好嘞。申队，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监控死角，他们3个人都有机会啊！赶紧吃，吃完再去办。说说你、程思思、金岩，你们3个人跟于帆的关系。警察叔叔，怎么就问我们3个呀？问你什么就答什么啊？怎么了？这问题这么难回答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在回想而已。我跟于凡吧，关系不算太好，也不算太差。这么说吧，虽然我们是室友，但其实我们没什么交集。跟他关系最好的是金岩，在高亚瑞把于凡拉到他身边去之前，就属他们俩关系最好，他俩有的是话说。详细说说。反正于凡受欺负的时候，金岩老护着他。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？大概有吧，不过我真跟他们不太熟，不了解。那程思思呢？她跟于帆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俩关系可就不太好。陈思思因为挂科太多要延毕这事儿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我刚才又看他往教学楼那儿跑了，鬼鬼祟祟的。咱们这个宿舍吧，就他爱玩这些小聪明。一会儿吧，你就去抓他一个现行。
你就拿那个手机呀，顺着那个窗户缝往里拍。老师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您能让我毕业的话。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真是不知廉耻啊！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求你，你不黄吗？你别把照片发出去行吗？好没劲呢！你怎么这么怂啊？于凡呢？于凡呢？你躲那儿干嘛呀？这照片你拍的还不错。走吧，姐姐带你吃饭去。你觉得高亚瑞和于凡、程思思更恨谁啊？都挺恨的吧？为什么呀？始作俑者不是高亚瑞吗？高亚瑞就是单纯的坏，恨他是应该的。但像于凡那么普通懦弱的一个人，连他都骑到陈思思头上了，他能不恨于凡吗？警察叔叔，凶手想杀的不是高亚瑞，是于凡，对吗？你怎么看？程思思有杀人动机，但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诱过高亚瑞去杀于凡。我觉得方妮有所隐瞒。下一个，问程思思。申队，申队，警察同志，您还想问什么？别紧张，就是想和你聊聊你、方妮还有今年你们3个人和于凡的关系。怎么又问跟于凡啊？因为死者是于凡呀。于凡不是被误杀的吗？他不是被误杀的，凶手真正想杀的人就是于凡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突然。为什么杀于凡？你问我呢，我也想知道，告诉我。我跟于凡没什么交集，全宿舍跟他走得近的就2个人，最开始是金妍，后来就变成高亚瑞了。说说金妍和于凡的关系。在高亚瑞来宿舍之前，他俩就是连体婴儿，明明不是一个专业的，还要一起去上课。那方妮呢？她跟于凡怎么样？他跟于凡有仇。我们出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就在这说呗，有什么他们不能听的呀？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不给了？来要钱的呀？他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过分了！你以前管我要钱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呀？钱我可以不要，之后你欺负人的事儿，我不参与了。你还跟我讲条件？一个摆摊大妈的女儿在这当公主，你再叫唤，明天我让全校都知道你这点破事儿。他不在学校门口了，你根本没有证据。你这么自信的呀？于凡，快，证据，要证据。上个月我去买煎饼，跟阿姨聊了天，她给我看她的项链里装的是跟你的照片。于凡，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胖了。还叫唤吗？
那你呢？你和于凡呢？就那样呗。可是有人说你和于凡有不小的过节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是方妮说的是吧？他这就是贼喊捉贼。是，我是不喜欢于凡，但我不至于要杀了他。所以你觉得风妮是凶手啊？如果不是于凡，方妮的身世就不会被高雅瑞知道，高雅瑞更不可能威胁他。对方妮而言，更坏的人是于凡，所以他更想杀于凡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方妮分析程思思的话，也一样适合用在他自己身上。他同样受不了像于凡那样懦弱的人，帮着高雅瑞欺负自己。相比较之下，程思思脑筋比较直，她想起什么就直接问出来了。但方妮就没有，她更快地反应出来，凶手真正想杀的人应该是于凡。但她事先没有提这个事儿，而是直接遮掩了她跟于凡的过节。想和你聊聊你、方妮、程思思和于凡的关系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要是我当时再坚持一下，带于凡离开高雅瑞就好了，是不是后面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？于凡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死了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我跟于凡是发小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我们家住的特别近，父母都认识。从小学起，我们就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，有时候还住在一块儿。他性格特别好，但是就是太好了，好说话，容易受人欺负。可是有人敢欺负他，我就给他还回去。我没什么朋友，于凡是我唯一的朋友。然后不知道怎么着的，有一天，他就被高雅瑞盯上了，要他跟着自己。打那之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。我劝了他好几次，他就是不听。于凡，能不能别这样了？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。高雅瑞根本就不是真心对你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每天跟他混在一块儿，你知道别人都怎么说你的吗？不要再说了。你就不能离他远点吗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今天非得把话给我说明白，为什么？于凡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从小到大都这样，你就不能反抗吗？非得这么怂是吧？好，你要一直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是朋友了。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来了。我看手机看的脖子疼，你给我按。你吃没吃饭？有没有劲儿啊？要不你吃啊？你去给我接盆水去，我要泡脚。
这就是你和于凡矛盾的开始吗？我是生气，但我们没有发生矛盾，只是有些疏远了。那你觉得方妮、程思思和于凡的关系怎么样？怎么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？于凡本质不坏，真的，很多事情都是高雅瑞逼他做的，然后可能就得罪方妮跟程思思了，但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们现在已经明确了，凶手真正想杀的人是于凡。不是说杀高雅瑞吗？怎么又变成杀于凡了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是，于凡他是做过错事，但罪不至死啊！要说该死，那也是另有其人。金言的话你怎么看？有一点我是能确定的，他对于凡的感情应该是真的。沈队，高雅瑞一直喊着要见你。带他来。好。哎，警察叔叔你可来了！他们3个人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也要控诉的。说说。他们3个小肚鸡肠的人，因为那么点事儿就想杀我，肯定也想杀于凡呀。方妮的身世是于凡告诉我的，陈思思的照片也是于凡帮我拍的。金言他一看到于凡跟着我，他就生气，哎，我就是要气死他。金言和于凡的关系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他们就是演姐妹情深的游戏，跟小孩过家家一样。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情谊是假的？我就觉得特幼稚，特没必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我教训金言那次，我也没看于凡过来管啊。从那以后，于凡就每天在那假惺惺的忏悔自责，一天天魂不守舍的。你说他装给谁看呢？装给我看的呀。我跟你讲，警察叔叔，这要是我姐们受欺负了，我肯定把她打回去。什么玩意儿啊，在这装姐妹？去管我钱。又看监控啊，有新发现吗？啊，小师姐有个猜想。来，你看一下这儿，死者全身着火，还在安然的笑。这么诡异。正常火升起来的时候，烟雾很刺激，人都会闭上眼睛。他不但没有闭眼睛，他还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我怀疑，他当时眼前出现的不是火。应该查一下死者生前那段时间的状态。死者的精神状态确实有问题。刚才讯问高雅瑞的时候，他就提到过，于凡整天跟丢了魂似的。之前在学校走访，也有人说他精神恍惚。总感觉他最近比之前还要死气沉沉了。怎么说呢？那段时间也不知道他是没睡好还是有心事，有时候都下课了，他还坐在座位上发呆，眼睛直愣愣的盯着空气，快瘆人的。有一次我提醒了他，但是他好像跟没听见一样。我又重复了好几遍，他才恍恍惚惚的站起来往外走，直接把电脑都给落桌上了。还是我追出去把电脑给他的，他也没跟我说声谢谢。太乖了，这人。我想，他会不会在案发的时候受到了心理诱导？心理诱导？这么悬吗？不过这倒解释了为什么死者在死前这么诡异了。就算能受人心理诱导，那会是怎么做的呢？死者死前有一个瞬间，做了一个非常快的动作。这是什么？
好像是通话机。原来死者死前跟人通话过。他之所以做出这么多诡异的行为，就是因为受了跟他通话人的心理诱导。符合逻辑，这能做到吗？之前我看过一个案例，被心理诱导过的人能被冷水烫伤。同理，死者全身着火还能笑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死者这个时候的精神状态也倒是符合，的确有被趁虚而入的可能。但这个人会是谁呢？金岩。金岩？为什么是他呀？如果于凡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差到出现强烈的幻觉，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手法，只要掌握他内心的弱点是什么，就能在火海里面对他进行心理诱导。换句话说，能诱导他的人，一定是最了解他的人，且是他最相信的人。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关于金岩的线索，我们重新梳理一下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找到了一个高雅瑞霸凌金岩的视频，我调出来让你们看看。爸爸，抱一下。这样。这双鞋，这是死者当天穿的鞋。如果金岩知道于凡见死不救，那他就有恨于凡的理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，怎么攻克金岩的心理防线。我有个办法。陈队，你叫我。你把高雅瑞、方妮、程思思、金岩都叫过来，前3个随便问点什么都行。轮到金岩的时候，你再来叫我。随便问。去。是。沈队。是这样啊，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再问你一下，你回答是与否就行。你是本地人吗？是。今年22岁。是。就读于滨江大学，今年大4。是。你恨高雅瑞吗？是。你希望找出真凶吗？是。于凡的死跟你有关系吗？否。你知道自己被拍照那天于凡在场吗？回答我。他在场。真的吗？于凡真的在场吗？别装了，你是知道的。快问快答只是一个幌子，你所有的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反应。你惊讶的时间太长了。你知道当天于凡在场。当归，视频。好好看看。这个视频拍到了于凡的血，这个建模证明你是能看到于凡的血的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知道这件事情又怎么样？你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杀死于凡的吧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觉得他背叛了你，因为你觉得他跟高雅瑞是一伙的，他们在一起霸凌你。我说对了吗？知道为什么于凡在生前
每天都精神恍惚吗？知道为什么你能这么轻易的对于凡进行心理诱导吗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，他每天自责、愧疚，他非常想弥补你。于是他用剧本杀这个活动想报复高亚瑞，他想为你报仇。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你，而你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然后你引导他将水泼向了那堆生石灰混合物，混合物遇到水以后产生反应，引燃了整个密室。于凡就是这样被烧死的。你有证据吗？只要做过，就会留下痕迹。这是你玩剧本杀那天穿的衣服，经过我们的检验，从上面找到了生石灰混合物的粉末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还有，你的购买记录不用我们再查了吧？金言，你说于凡是你唯一的朋友，你们都嘲笑他性格懦弱，可他敢为了你去反抗高亚瑞。而你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我觉得你才是那个性格最懦弱的人。你利用他的愧疚，利用他的自责，利用他对你的信任，你杀害了你身边最好的朋友。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明明就是他对不起我。他怎么对不起你了？他背叛了我，他背叛了我，就是他背叛了我。让你在反抗，不要再夺护我！我当然认识那双鞋，那还是他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呢。我知道他不敢反抗高亚瑞，但我没想到他连出去找人来救我的勇气都没有。这个怂包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厕所又湿又冷，又腥又臭，我就望着那个方向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最后他也没有出来。他什么也没有做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朋友，他就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我还要怎么对他好啊？我对他那么真心，你看他是怎么回报我的呀？所以你就杀了他？是我利用他的愧疚，让他误以为回到之前我被霸凌的时候，让他泼水。
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干燥剂隐患。常见的食品干燥剂主要成分为氧化钙，如果误食，容易引起食道灼伤或者胃溃疡，应尽快就医。氧化钙属于碱性物质，遇水后剧烈反应，会释放大量热并产生气泡，造成干燥剂包膨胀，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。当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可能会引发爆炸。当再见你时，你一定很快乐。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，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无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。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。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部都记